2018年的开始筹备，到2020年的正式改装，再到如今出云号和加贺号均已完成关键的改装，日本迎来了双准航母时代。其中的出云级2号舰加贺号经过长达17个月的升级工程后，9月14日正式从无基地起航，成为具备部署 F-35B 能力的准航空母舰，进一步加强海上自卫队在太平洋地区战力。那么日本对出云级护卫舰都进行了哪些航母化改装？改装后的战力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日本是全球最早研发航母的国家之一，在二战结束前就先建造了29艘各型航母，其中于1922年建造的凤翔号更是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艘标准航空母舰。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日本也失去了这些海上利器。不过昔日的战败却并没有让日本就此停下脚步，依然十分重视海上力量的发展。1952年成立海上警备队后，开始试着打造全通甲板战舰，最终于1998年打造出了首艘具备部分航母功能的大鱼级两栖攻击舰。之后日本又陆续下水了2艘日向级、2艘出云级，再到今天的出云号和加贺号的改装。经过20多年的努力，日本终于通过7艘采用全通甲板和岛型建筑设计的战舰，实现了本国航母的建设。出云级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日向级的放大改良版，是日本建造的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虽有护卫舰之称，但其满载 2.7 万吨，改装后3万吨的排水量早已超越常规护卫舰的4000吨级，已经算得上轻型航母了。最初的出云级也就只能起降直升机，但在2018年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并决定购买美国的 F-35B 充当舰载机后，出云号和加贺号这2艘出云级护卫舰就开启了航母化改装的道路。其改装内容主要有2个方面。首先，海上自卫队要给其甲板换装耐高温材料，毕竟今后的出云级是要容纳 F-35B 的，承受不住 F-35B 的发动机尾焰高温可不行。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未改装的出云号和加贺号会被 F-35B 的尾焰烧穿甲板？其实不然，火力军都这样说了，肯定有反转。美国联合攻击机支持办公室为了研究 F-35B 垂直起降对地面的烧蚀问题，在2010年初通过在 AMR 护垫上集成各种实验数据，详细测试了 F-35B 垂直起降尾焰数据，得出其峰值温度约为315度，而 AMR 可拼装跑道其熔点达到了529度，因此 F-35B 是烧不穿出云号和加贺号甲板的。不过高温尾气对甲板的伤害并不仅限于烧穿。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报告显示，高温尾气会对飞行甲板造成过量的热冲击，这会使飞行甲板屈曲，而长期反复屈曲会使飞行甲板的使用寿命降低到舰艇设计寿命的 40%。 所以出云号和加贺号甲板还是要改装的。那如何改装呢？火力军所料不差的话，日本对出云号和加贺号甲板的改装，其技术来源估计还得靠美国大哥。因为美国海军当初为了解决飞行甲板高温问题，在2009年上马了甲板热管理系统的研究。该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使飞行甲板在任何时候始终将温度保持在149摄氏度以下。目前美国现役的7艘胡蜂级两栖攻击舰就使用了该系统。日本估计会求助美国将其应用到出云号和加贺号上。其次，改装的重点是2艘舰艇都需要将舰首的梯形截面拆除，并换装成正方形截面。其改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甲板面积，使其能够容纳更多的战斗机。详细内容稍后会在讲战力时会详细说明。而除了硬件方面的改装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需要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软件方面的升级。据悉，日本为此特意从美国雷神公司购买了联合精确着陆系统，该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着舰的 F-35B 进行引导。这套系统还具备夜间工作能力，可使出云号和加贺号具备昼夜起降能力。按日本的计划，上述2项改装是分阶段进行的。日本先对出云号进行了对应的改装，邀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机再进行了检测，之后发现
效果良好且方案可行，于是，在2022年3月开始了对加贺号的改装。谁知道加贺号的升级一步到位，直接花费203亿左右的日元，完成了对飞行甲板的耐热改进和船头形状的修改，目前已具备部署 F-35B 的能力，这代表着日本已成为拥有2艘准航母的国家。至于出云号第2阶段改装还尚未开展，但估计也将在2027年左右完成。那经过改装后，出云级准航母战力如何呢？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出云级的基础性能。出云级仍沿用了前辈的全通式飞行甲板，右舷舰岛的布局，全舰长增至248米，飞行甲板宽38米，可以容纳14架直升机，同时起降操作5架直升机，并且因为舰体尺寸的增加，舰上的4具 LM2500燃气轮机的推力也有所提升，发动机总功率达到了135000马力，采用双轴双桨推进方式，航速最高可达30节。出云级舰上的电力由 LM500 燃气涡轮发电机提供，可提供6130匹轴马力，在 ISO 标准下热效率为 32%， 可搭载500名作战人员。从以上数据看，出云级的技术水平很高，在未来会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对近海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武器。在搭载武器和系统方面，出云号装备有2套海拉姆防空导弹发射系统和2座密集阵近防炮，雷达航电也是由多个系统组成，如 OPS-50 对空雷达、OPS-28 对海雷达以及 OQQ-23 舰首声呐等。海拉姆防空导弹系统是一种可以不依靠外部信息系统的独立的反导系统，它将大大增强目前舰艇对抗反舰巡航导弹的能力，增强军舰的生命力。该系统用11枚 RIM 导弹取代了密集阵 M61A1 20毫米炮，使用的是 RIM-116 导弹，该弹采用被动雷达红外双模制导，最大速度2马赫，最大射程10公里。RIM-116 导弹不受雷达火控通道的限制，可以一次性齐射11枚导弹，也就是射出全部导弹，可以对付11个不同的空中目标。搭配密集阵近防炮，出云级舰艇的生存能力可以说是相当强悍，能组成的10公里防空网算得上是点防空的佼佼者了。不过出云级既然都成准航母了，进攻手段、战力应该和舰载机的类型和搭载数量有关。舰载机类型没啥说的， F-35B 已经确定，性能也很强。接下来火力军从搭载数量上和大家分析一下。出云级准航母的特点之一就是其甲板长度几乎与舰身等长，这大大增加了甲板上的垂直起降点个数。如果单看甲板的面积，大家就会发现出云级的甲板面积大约为9424平米，改装完的排水量不会超过3万吨，却比排水量高出自己 1.5万多吨的美利坚号甲板的8224平米都要大。如加贺号在改装之前，全舰的长度248米，飞行甲板长度245米，宽38米。在进行了改装之后，甲板长度几乎没有变化，而美利坚号排水量 4.7万吨，长度为257米，宽度32米。虽然长度略微比加贺号长了一些，但是宽度就和加贺号差了6米之多。这样简单的计算下来，确实是加贺号更大一些。那出云级是怎么在排水量不足的情况下拿到这样一个宽大的甲板面积的呢？有人认为是日本隐瞒了出云级的真实满载排水量，但并非如此，主要的原因还是其设计上存在优势。加贺号使用了甲板外漂技术，而这也涉及到了航母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维持航母平衡。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船只都是严格按照舰体中线设计建造，极为对称，但航母不同，它甲板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上层建筑舰岛，所以航母如何维持舰体平衡成了各国一直探索的目标。而时代不同，航母维持平衡的方式也不同。第一代航母是无舰岛的平原型航母，不存在不对称问题，如兰利、凤翔、白眼巨人等初代航母，飞行甲板上是一马平川，航母严格按中心线对称建造，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出现重量分配不均匀的问题，也避免了舰岛干扰起降的问题。但是平原型航空母舰由于指挥所位置太低，后向视野太差，根本看不到飞机在哪儿，只能盲
狂操。也正是因为平原型航母的性能实在是不咋地，所以后续的航母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将上层建筑置于侧舷的岛式上层建筑设计，如列克星顿号、皇家方舟号以及1928年服役的加贺级航空母舰等，但也带来了维持平衡的难题。不过这并没有难住各国海军，他们一边将舰岛尽可能缩小体积，降低其质量，降低平衡难度，一边通过舱室的不均衡分配来维持平衡，即靠近舰岛一侧的舱室设计的稀疏一些，另一侧的舱室则比较密集，通过增加舰体内部质量的方式来维持平衡。不过有些国家海军觉得这太麻烦，就简单粗暴地在舰岛对面一侧加上了几吨铁块来维持平衡。只是这种通过压舱铁的方式会导致航母储备浮力的降低以及吨位的增加，有些得不偿失。终于到了第3代航母，日本对此问题交了一份几乎满分的答案，即甲板外漂。只需把航母的飞行甲板往左稍微挪一挪，航母平衡问题就解决了。如大凤号航母的飞行甲板，左侧就比右侧宽了约2米，2米看似不多，但架不住有100多米长啊！所以日本圆满地解决了舰岛平衡问题。之后，航母进入了斜角甲板时代。为了保证斜角甲板拥有足够的长度，所以航母都会使用外漂的方式来增加航左侧飞行甲板的宽度。左侧的重量上来了，让人头疼的航母舰岛问题也就被解决了。就是随着舰载机尺寸越来越大，左侧飞行甲板的外漂幅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好不容易解决的航母因舰岛的右倾问题，现在又得应对左倾问题了。火力军的想法是，大不了右侧也外漂，就是漂多漂少，设计师是否头秃的问题了。出云级有了大甲板后，自然就能搭载更多的舰载机。那么，出云级能携带多少架 F-35B 呢？我们以加贺号为例，据火力军查到的资料显示，加贺号的机库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最多只能停放12架 F-35B。算上甲板能停放的 F-35B 数量，加贺号能携带的 F-35B 总数量应该不会超过20架。而日本防卫省的计划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计划，配合2艘准航母的 F-35B 机队预计将于2024年交付给日本航空自卫队。该机队预计将于九州宫崎县新田园空军基地第一批次为6架 F-35B。2025年再增加2架，最终目标是拥有一个飞行中队，合计20架 F-35B。战力与美利坚号相比又如何呢？火力军感觉差不多。因为美利坚号若以轻型航母的身份参与战斗，是可以搭载20架 F-35B 和2架 MH-60S 的，所以仅从能够携带的舰载机数量来说，加贺号和美利坚号几乎拉不开差距。而且在舰载机的起降效率方面，由于两者使用的起降方式都是短距起降，相差不多，一个师傅教的自然破不开招。此前美国在测试美利坚号的时候，只携带了16架 F-35B 战斗机，在测试中，在大约14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40架次以上的起降。而加贺号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还是两说，除非真的像传言那般用上了电磁弹射技术，否则在从战斗机起降效率方面来看，双方的差距应该并不会很大。最后说说后勤问题，日本的补给系统虽没有美海军的3级补给系统强大，但出云级的补给似乎也不是很难。如加贺号使用 GP5 航空煤油作为动力，这个燃油和其舰载机使用的燃油完全相同，如果补给起来，加贺号只需要一种油即可，这无形之中降低了后勤补给的难度。总之，拥有2艘准航母的日本将进一步加强海上自卫队在太平洋地区战力。好了，关于日本出云级航母的改装，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加贺号都起航了，出云号第2阶段又会在何时开展，何时结束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